万科，中国房地产的优等生，如今却8000亿巨债压顶，快要活不下去了。很多人以为它是被市场拖垮的，是周期太狠，是地产没救了。但如果把时间线拉开，你会发现万科的崩塌并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故，而是一场持续10年的系统性自毁。2018年9月，万科南方例会现场，大红屏幕上3个白字触目惊心：活下去。那时楼市正处于高点，但房住不炒已成国策，棚改货币化退潮，房企融资闸门悄然收紧。万科新任掌门人郁亮看得很清楚，高歌猛进的时代结束了。他在会上大声疾呼：我们所有行动都要收敛，聚焦到保证万科活下去。但诡异的是，就在同一年，万科的拿地金额冲上2615亿元，创历史新高。在深圳、杭州、天津，他频频举牌，拿下多宗高溢价地块，全年新增土储足以支撑未来3年开发。一边高呼过冬，一边疯狂买地，这看似矛盾的行为，恰恰暴露了郁亮最深的身份困境。他没有王石的魅力和创始人光环，作为万科体系培养的金牌职业经理人，必须靠2样东西维系话语权：一是规模，二是故事。一旦销售掉出前3，万科的行业标杆地位就将动摇；一旦故事讲不下去，管理层在董事会的话语权就会被进一步稀释。他的转型从来不只是为了未来，更是为了当下。在宝万之争之前，王石执掌的万科崇尚专业化，战略聚焦中产阶级住宅开发，通过高周转、快速滚动开发获利。但郁亮敏锐地预见到，这种模式已经走到了终局。房地产市场见顶，未来不可能再靠涨价和增量盈利。他的解法是转型做城乡建设与生活服务商，不靠卖房赚钱，靠运营和服务收租。围绕这个战略，他建了4个平台：万物云做物业服务和城市管理，博裕做长租公寓，万伟物流建高标仓库和冷链物流园，印力商业运营商业地产。郁亮的故事编得很美，未来万科1半利润要来自经营与服务。可问题在于，这些新业务没有一个是轻资产。博裕要自持房源，万伟要自建仓库，印力要持有商场，全是重投入、长周期、低回报的生意。理想很美丽，但转型要花钱。钱从哪里来呢？只能靠住宅开发那台高速运转的印钞机来印，印不出来就加班，再不够就上杠杆借。于是2018到2021年，万科每年拿地支出超2000亿元，债务从2015年的4700亿暴涨到2020年的1.5万亿，几乎和恒大持平。而同期，博裕年亏超10亿，万伟物流重资产投入数百亿，万物云上市即破发。郁亮的转型实际上是一场豪赌，是在用旧模式的血喂养新模式的梦。更致命的是时机，2018到2021年正是行业最后的融资窗口期，同行如龙湖、中海开始降杠杆、囤现金，而万科却在2头下注，既要保住销售规模，又要为新赛道输血。结果是旧产业被拖累，新产业未造血。当2021年3道红线落地，市场骤然冰封，万科才发现自己既没攒够过冬的柴，也没造好避风的屋。郁亮赌的是政策会松动。2022年，万科判断市场已经触底，会微型反弹，资本会继续为地产故事买单。但他赌错了，房地产没有软着陆，只有硬刹车，而万科成了那个在悬崖边还在调试新引擎的司机。郁亮看对了方向，却赌错了时机。他以为自己在带领万科穿越周期，实际上却在风暴来临前同时建造2艘船，一艘正在漏水，另一艘还没扎好龙骨。而真正决定他能往哪片海域航行，能拆多少旧木板去造新船的，并不是他自己。在董事会的另一侧坐着一个沉默的人，辛杰。他代表的不是市场逻辑，而是城市意志。2017年6月，宝万之争落幕，深圳地铁正式成为万科第1大股东。官方称，此举是为维护深圳金融稳定，支持优秀本土企业。深圳国资委对时任深铁董事长林茂德予以100万元奖励，表彰其助力深圳市属国资实现世界500强邻的突破。
而这一刻，一把隐形的枷锁已经套在万科的身上。3个月后，林茂德到点退休，辛杰空降接替林茂德掌舵深铁。他是个地产老炮，行事强势又低调。表面上看，辛杰确实没有接管万科，他没有干预日常经营，还在公开场合反复强调尊重市场化运作。但深圳市花了660亿，不惜跟央企华润撕破脸才得到万科，不是拿来供着的，是为了发展轨道加物业模式，推动深圳地价房价再创新高的。于是万科的拿地逻辑开始扭曲。2018到2021年，当多数房企开始收缩战线，万科却在深圳、东莞、惠州频频高价拿地，其中多宗地块楼面价逼近，甚至超过周边二手房价格。万科为何做亏本买卖？答案藏在深圳的土地财政账本里。那几年，深圳土地出让金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一度超过60%。作为市属国企控股的标杆房企，万科很难对家门口的优质地块说不。在深铁主导的董事会中，任何可能影响深圳形象或地方利益的收缩提案都会遭遇无形阻力。于是，郁亮的活下去战略被迫加上了一个前提：先活好深圳的命。这种绑定在危机爆发后更为明显。2022年底，万科流动性压力加剧，内部曾讨论出售部分非核心资产回血，包括万伟物流的部分仓储项目，但方案很快搁浅。这些资产已被纳入深圳现代物流枢纽规划，被视为城市基础设施。辛杰虽未直接否决，但一句需统筹考虑城市战略，就足以让交易止步于纸面。更微妙的是对转型方向的引导。郁亮原本希望万物云和博裕全国化布局，但深铁更倾向其聚焦大湾区，尤其是服务深圳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城中村改造等政策工程。结果，大量资源被锁定在本地高成本低回报项目中，全国扩张节奏大幅放缓。万科的服务商梦想渐渐变成了服务深圳，这并非辛杰个人的私心，而是体制的必然。作为深圳国资体系的老将，他的 KPI 从来不是万科的业绩或股价，而是是否服务了城市发展，是否彰显了国企担当。在他眼中，万科的安全首先是深圳的安全，万科的价值首先是服务城市发展。2021至2022年，万科经营性现金流已经从532亿元骤降至27.5亿元，但公司每年仍拿出100亿元来分红，这等于从一个重伤失血的人身上持续的抽血。但对深铁而言，这是一笔实在的现金回流。作为持股近30%的第一大股东，深铁每年从中分得约30至40亿元。这笔钱是收购万科的成绩单，也向市场传递出万科依然稳健的信号。高分红成了国资与管理层心照不宣的维稳工具。于是出现了一种奇异的悖论：辛杰越是尊重经营，万科就越难真正市场化；他越是不干预，万科就越被地方逻辑深度绑定。这种沉默的共谋在2023年达到顶峰。当万科美元债展期迫在眉睫，市场期待其引入战投或出售资产自救时，深铁却选择了一条更稳妥的路，协调国有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推动地方政府回购部分项目。这不是市场化的解法，而是行政化的维稳。他保住了面子，却延缓了刮骨疗毒的时机。辛杰一直在救万科，但他救的是一个符合政绩面子的万科，而不是一个能独立穿越周期的企业。2025年1月，万科债务恶化，郁亮被贬为副总裁，辛杰被迫出任董事长，直接下场救火。在短短8个月的时间里，他通过深铁向万科输血259亿元，而同期深铁自己却背负上了335亿的巨额亏损。更奇怪的是，钱进去了，危机却未缓解。经营性现金流持续枯竭，项目停工仍在蔓延，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公司内部悄悄抽走资金，输血的速度赶不上失血的速度，而这只手不在外部，就在万科内部。他的名字叫影子万科，操盘者正是那位神通广大的财务掌门人祝久胜。祝久胜在地产圈里资历并不深，但在另一个圈子金融资本圈里却是赫赫有名的江湖大佬。
他人称九哥，在深圳企业金融界深耕了19年，一直做到建行副行长。2012年，他被王石挖到万科任高级副总裁，分管集团全部资金的调度与融资计划。真正的故事从2014年开始，那一年，万科推出事业合伙人跟投机制，高管拿自己的奖金跟投具体项目，初衷很好，共担风险，共享收益。但很快，宝万之争风暴袭来，这个机制被加杠杆放大，用来抵制宝能。在祝久胜的操盘下，一个游离于万科上市公司体系外的万丰系影子帝国开始疯狂生长。2017年，宝万之争落幕，祝久胜坐上了万科总裁的宝座，他更将这套思路推向极致。他不再满足于简单的跟投，而是构建了一个更精密的闭环。万科的闲置资金以不到2%的利率存入自家财务公司，财务公司在自家控股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彭金所上发放年息高达10%的贷款。他把员工认购率作为考核指标，事实上形成了从高管到普通员工的强制跟投。员工缺钱到彭金所去借，再拿着借来的钱去购买由前万科员工控制的资管公司博商顺泰发行的理财产品，收益最高可达20%以上。而这些理财资金最终又投回了万科自己的项目。表面看，这是员工激励，是风险绑定，实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体外循环。万科自己的资金经过这么一循环，原本属于上市公司的利润就被各个环节悄悄分解掉了。为了节流利润，祝久胜还给投资装上单项阀门。项目赚钱时，分配规则像漏斗，先让万科拿到10%的保底，超额部分利润，跟投平台可以分1.2倍。表面是激励，实则把最肥的肉切走。结果，毛利率超25%的项目，留在报表上的利润却所剩无几。大量利润以超额分成名义流向表外，计入其他应收款。这个科目从2016年的1054亿元暴增至2022年的2727亿元。2022年后，市场下滑，亏损项目越来越多。协议里的回购条款触发，达到止损线后，万科必须出钱回购兜底。于是，烂账如幽灵般回流报表。3年间，万科账面冒出约280亿元其他应收款计提减值，而祝久胜及万丰系的高管们却通过息差、管理费、手续费等层层盘剥，把这些利润截留在他们控股的影子公司中。而这还只是最浅的一层，祝久胜们还把触手伸向了万科的合作伙伴。他一方面以万科的名义与资金不足的小开发商进行合作开发，一方面又由万丰系影子公司出面借钱给他们，强制他们把建安总包、材料采购指定给相关的公司。而这些供应商们也是被裹挟的对象。广州一家建筑公司为接万科项目，从彭金所借了1.2亿，年息22%，结果项目停工，不仅工程款被扣光还债，还倒欠3000万，最终破产倒闭。然而神通不敌夜里，久胜终有一败。2024年，随着房地产的持续下行，博商资管巨亏数百亿，整套玩法终于难以为继。据财新报道，当时就有博商高管逃到了境外，至今仍然失联。2025年下半年，祝久胜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有关部门带走，与他一同接受调查的还有深铁原董事长辛杰。至于是否牵涉郁亮等更多高管，目前尚无定论。祝久胜搭建的这套机制，利用会计规则、关联交易与金融嵌套，在合规外壳下完成了系统性利益输送。他不依赖传统的贪污受贿，却通过眼花缭乱的金融设计，让本应属于全体股东的利润和现金流转到影子平台，最终在危机爆发时反噬母体。祝久胜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把金融工具用到极致的职业经理人。他的问题不在于懂钱，而在于太懂钱，却被赋予了不受约束的空间。这套体外循环并非一夜成型，它横跨了宝万之争、国资入主、董事会改组等多个关键节点。如此规模、如此复杂的体系，绝非一个总裁单枪匹马就能搭建完成。那么问题来了，谁给了他这样的权限？谁默许这套机制在上市公司体系外野蛮生长？当影子万科一步步吞噬母体时，那个曾经高举职业经理人制度大旗，亲手设计并捍卫这套治理结构的人又在做什么呢？
2025年12月，退休8年的王石面对段永平说了一段被媒体反复引用的话：显然和你相比，我现在比较应该是非常不成功，你不在，企业也做得很好。我其实放权也放到了你那个水平，但到现在还是王石就是万科，万科就是王石。这是王石罕见的失败自白。他承认自己想成为房地产界的段永平，但现实却是他离开的越久，万科越难摆脱他的影子。这并非情感依赖，而是结构依赖。一个实控人缺位的公司，必然会跟创始人绑定。回头看王石的经营哲学，其实异常清晰保守。他反复强调3条红线：不拿地王，不做超过25%利润的项目，不盲目多元化，只做中档住宅开发。他不追求规模，而追求现金流安全；不赌周期反转，而是为寒冬预留余地。他甚至公开说过一句话：如果房地产公司注定都要倒下，万科要做最后倒下的那一家。这种风格让他带领万科避开了海南房地产泡沫，躲过了08年金融危机，熬死了激进的顺驰、恒大。在他掌权的年代，万科分红稳定，没有坏账，从不拖欠货款，是中国房地产业乃至企业治理的标杆。然而，这一切都随着他的退场彻底改变。他自己培养的接班人用多元化代替了专业化，这不是简单的对错之分，而是对时代的2种判断。王石相信周期不可战胜，只能顺应；郁亮相信组织若足够强大，就可以穿越周期。王石后来所面对的一切，从当年万科改制时就埋下了种子。当年他唱着不爱钱，只爱名的高调，放弃合法应得的股权，已经为后续的故事埋下了隐患。所谓天予不取，反受其咎。他既不愿做资本的主人，也不肯做资本的仆人。他自己赢得了清誉，但却留下了一个没有终极责任人的权力真空。而市场从不允许真空长期存在。宝万之争把万科这套去股权化治理的脆弱性赤裸裸地暴露在市场面前。当门口的野蛮人用杠杆冲击控制权时，王石发现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职业经理人制度竟然没有任何硬防线。他笃信制度，却忽视股权是治权基础的制度逻辑。当年合法的股权不要，此时为了抵抗野蛮人，却默许甚至推动管理层加杠杆搞地下控股。正是这一特殊时期的非常手段，为万丰系这类影子平台打开了制度缺口。这是王石真正的历史性失误。今天，当祝久胜把金融嵌套推向极致，当风险在体系外堆积成山，当不行贿的万科腐败横行，所利用的缝隙，正是王石亲手留下的。万科的溃败，并非某一个人搞垮了它，而是一个被时代捧上神坛的制度，在现实中完成了自我瓦解。而王石正是这套制度的缔造者。他亲手证明了一个冷酷的事实：在中国，没有股权基础的职业经理人制度，既无法长期对抗资本，也无法抵御人性。或许这才是他作为创始人的原罪。